却又惊雷起。长烟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金戈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大人到了，就在关键。牵牛卫已经在那里布防了。哦，快跟上，这边快。就在里面。这里离上阳宫很近呢。只有一街之隔。牵一方是洛阳城中距皇城最近的坊篱，离太子宫也不远吧？正是。出牵一方东门就是太子宫。大人，隧道的出口就在堂内。头前带路。是。大人，就在这圆桌下面。把它打开。是。掀开方砖。元芳，如烟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已经没事了。想不到李将军还会怜香惜玉呀。如烟，有件事，我想跟你说一说。你是怎么了？干嘛这么正式啊？说好了，你可不许跳起来。哎，大人就在下面。拿火把来。是。下去看看。是。你说什么？嘘，小点声。我不相信。
我也不愿意相信。可事实就是如此。好大的隧道啊！难怪需要2000人挖2个月的时间呢。狄大人，他们要这么宽大的隧道有什么用？难道是要暗中潜藏兵马？前面就是太子宫后园偏殿吗？正是。这段路虽然距离不长，直线挖掘只有5、6里地，但是按上峰要求，一定要挖到5丈宽、4丈高，因此才花费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。这隧道到底有什么用？难道欲引洛河之水进入隧道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不对呀，将洛河之水引入隧道又有什么用呢？这隧道只挖到了千亿方，离上阳宫还有一段距离，没有道理呀。阁老，什么洛河之水啊？您在说什么？没什么啊，大将军，我们立刻返回，前往你的牵牛卫府，马上集合大队卫士，整装准备，只待天色一黑，我们便从隧道暗入太子宫，救出太子，消灭逆党。是，我们走吧。请。如烟，事关者大，只要你应下了这件事，一切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辱使命。慧姐，怎么样？他回来了吗？我到宫门打听了好几次，守门的牵牛卫说太子还没有出来呢。不好，一定出事了！你马上到宫门候着，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。是。慧姐，血灵来了。哦，走，去见他。这就是偏殿，荷堂在这个位置，蛇灵22堂的属下化妆成太子卫帅，住在这几排房中。大将军在，救出太子之后，迅速解决宫中的蛇灵逆党。一旦走漏风声，在城中引起变乱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阁老放心，大队已在千亿方外等候。好，大将军，命令众军悄然行动，绝不能惊动敌人。是。已是初更，是时候了。阁老，按您的吩咐，已传下军令。好，传令众军迅速进入隧道。是。快！大人，拿下太子宫之后，我们该做什么？先救出太子，而后将潜伏在宫内的蛇灵逆党一网打尽。我想他们不会没有反应。快点跟上！快！
这里？上面就是偏殿。好，大将军，立刻行动。阁老，上面太危险了，您先留在隧道之中，待末将清场完毕，您再上来。好吧，再说一遍，众军悄然行动，绝不可打草惊蛇。阁老放心，张环、李朗齐护潘越，保护大人，其余人跟我上。快！跟着。你们两个到那边警戒，快！是。其他人包围后援，快！是。快点！看来进行得很顺利。阁老，清场完毕，您上来吧。好，二位上去。大人，我先上。太子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偏殿内。大人请。太子在哪里？就在前面。张环、李朗在，守住偏殿。是。其他人随我去救太子。请。太子殿下，啊！阁老，太子殿下，殿下您受苦。阁老，殿下节哀，事情臣都知道了。是我一时不察，误中歹人奸计，我真没用啊！好了，殿下，一切都过去了啊，我们出去吧。殿下，您慢点。哎，这殿中的烛火怎么都熄灭了？殿下，这边请。好。带起去。是。阁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子殿下，不要惊慌。环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狄阁老，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，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？你是蛇灵的属下？没想到吧？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，真是世间一大快事。不错，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。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？原来是你！哼，说的太对了，只是此时才想到，已经为时太晚了。小梅，保护太子。不必了，狄大人，蛇灵中的6大杀手，你已经见过5位。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，排行第2的血灵到底是谁？对吗？你是血灵？哼，不错，我就是血灵。
该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。是你。他就是血灵。元芳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血灵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对孪生姐妹。上一次在山谷中，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，才身中剧毒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血灵竟然会是小梅。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，一旦她出手加害，以4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。怎么，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？正是。元芳，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，向大人禀告。晚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样吧，先将她捆绑起来，收于后园。我2人立刻赶往太子宫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。首先是桓斌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，暗中探查，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。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，萧清芳便立刻开始行动。第一步就是小梅。不错，当时青阳客栈出现了显儿留下的蛇形标记，这令我大吃一惊。我立刻将此事报告了萧清芳，他要我暗中与李元芳见面，故意将寒光寺之事透露出去，引起你的注意。哼，果然。小梅，怎么样？啊？快，赶回洛阳！快！洛阳哪里？山。什么？果然，李元芳中计，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，而你呢，经过一番分析，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。而此时，桓冰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。寒光寺中赐驾的第3人，原来是你。不错，没想到吧？其实，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，只不过是要令他心存疑惧，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。这一点，我早就想到了。哼，果然。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。桓斌，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。赐驾的当天晚上，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来到寒光寺，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，而我呢，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22堂下属，扮成牵牛卫，在半路等候。不对呀，弟兄们，小心！王将军，这么晚了，到寒光寺有何贵干？我道是谁？原来是李副将。这么晚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赐驾之事尚未了结，本将军率牵牛卫在此设伏，严查过往之人。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？本将不敢，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。
我奉圣谕，率内卫到寒光寺公干，怎么样？这总行了吧？啊，王将军，请吧。好，李副将，告辞了。弟兄们，走。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。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？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。是的，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，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，勘破了寒光寺中的地牢，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，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呀！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？不错，本来我们只是想引你去灭掉萧清风。哦，为什么？狄大人，不要着急，我们还有的是时间，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。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元芳、文忠，你们来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我们来了。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？那当然是个障眼法，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，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会上钩吗？她在哪儿？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。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，还是要我们动手？你们杀了她？当然没有。陆先生，血灵，你没有受伤？是的，我并没有打伤他。狄大人，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，似乎是多了一点。哼，不过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我们会让你一一明白，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。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，如果不让你明白，那岂不是明珠暗投？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，就算是我们，心中也不会舒服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哎，狄仁杰聪颖过人，推理如神，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？袁天罡并没有死，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。不错，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。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？那当然是鲁成。你心里一定在想，大名鼎鼎的狄仁杰还从没有如此失败过，因为你的对手是袁天罡。让我们从头说起吧。10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得到了2本上古的历书，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。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，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，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
洛河西通谷水，南连曹渠，北接运河，水文情况极为复杂。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十几次可怕的泛滥。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候，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，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，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。暗涌？正是。按照书中记载，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。日食？是啊。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，便详加推算，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，那就是10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。得到这个结论后，我非常震惊。对于洛阳来说，日食就意味着暗涌，那将是天地间积蕴的一股神秘力量。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将它称作洛河神医。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。哦，不错，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。是的，一旦暗涌爆发，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，河水倒灌纵溢，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。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？正是，这是自然之术，无法避免。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，我就想到了，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，使它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，都集中于一点上，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、拔山起岳的巨大冲击力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在它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。那么这股巨力，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，他会怎么样呢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。哦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。你在太子宫中挖掘荷塘与洛河相连，并在荷塘之中放置水闸，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，然而一旦暗涌到来，水量骤然加大，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，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，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，进入隧道之中，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。此时正是大潮时间，麟德殿倒塌，将皇帝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。于是你们便用那些易过容的太子阁臣，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，窃取到你的手中。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，骗皇帝迁都的原因。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如果能为我所用，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？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，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？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。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街之隔，以暗涌之力来说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，而进入上阳宫地下。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，否则既费时费力，更容易暴露，使计划功亏一篑。我今天彻底明白了，所谓洛河神意，原来是这样。是的，在地牢中，我用了10年的时间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，以及
如何以力学之理引导这股巨力，不让它分散到别处，只集中于一点。直袭上阳宫麟德殿，将麟德殿、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。终于，我想到了这个办法，哈哈，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。那么，这个秘密，萧清芳也知道吧？是的，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，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医的准确时间。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而且，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。从小惠率人潜入洛阳，伺机勾引太子，取而代之，到22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，展开攻势。这一切都说明，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，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。非常正确。在我入狱这10年之中，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。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，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，而毁文中对他更加不满，早欲除之而后快。于是，一个引我前往大阳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。一点不错。你知道，在这10年中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，远非我能相比。想要除掉他，谈何容易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到了你。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，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。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，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。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，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。这时，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。我先到柳州住下，命鲁城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，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。首先，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，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，就是小梅和小凤。她们俩是我从小带大，对我绝对忠心耿耿。萧清芳派他们2人到你身旁卧底，这正中了我的下怀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，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阳山中，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。果然，一切如我所料。你中计了，率大军来到大阳山中，拔除蛇穴，摧毁了总坛陀罗地。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？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。当然可以，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。与小梅引我前往大阳山同时进行的是你开始安排第2路卧底之人惠文忠。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阳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，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惠文忠与萧清芳以及贾元天罡的决裂。惠文忠与2位血灵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，而后随着你袁天罡的指引，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，被这2人救下，顺理成章地
埋好了这第2条暗线。精确的分析，只是稍微晚了点儿。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。怎么样？真奇怪，他的脉象很平实。哦，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。你是说，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？事情结束之后，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，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。中毒之人怎么会脉象平实呢？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怀疑你，惠文忠。哼，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。记得那天夜里，元芳、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？正是，那天夜里。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，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，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，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灌不进去啊！老张，你帮我一下。过来。还真听话。别废话，快喂药。这件事完成后，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。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，只要将如燕留下，那么惠文忠便能够顺利地卧底在我身旁。而李元芳太难对付，必须下手除掉。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，亲自指挥。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。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这样，元芳在陀罗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。其实，那个杀手不是别人，就是你惠文忠。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，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，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。一点儿也不错。于是，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。元芳故意中招倒地，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，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。怎么样？干得了。好，赶快进去吧，千万不要露出破绽。
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。你可能没有想到，这条道我也曾走过。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，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，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。你可真是诸葛亮，只不过是事后的。本来在这个计划里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，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。然而，毁文中过于自大，没有杀死李元芳，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。不错，文中没有杀死李元芳，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，致使他盯住了我。我在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得变换策略，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清芳，并且自己也进入到你的伞翼之下，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，指挥行动。这个主意一打定，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岭总坛。总坛被攻破，这是你想看到的，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，因为他一旦被俘，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，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。不错，萧清芳必须死。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。是啊，当时2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，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，无法离开。毁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，更无法主动行动。但是情势紧急，迫在眉睫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你只得暗令毁文中动手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
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